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过去谁都怕这个网络上你给我弄来假货，那马云说没问题，你先把押金放进去，你们就互相交流，有任何的问题你来找我们。所以大家可以不断的去退货，觉得甚至人家是真的，但是你觉得颜色不合适，依然是退货。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科技的进步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几乎丧失了信仰诚信的一个民族一个最后的一个大海中的一个浮卵，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抵达彼岸。道路远，风雨多，这片土地上的信仰儿女能不能回应历史之约？回应历史约，如期而至，让功再往后。冯异呢，些诸将打仗很勇猛，然后论功行赏的时候，都在那争呢，他自个儿躲在树下。时人称为大树将军。哎呀，我就特别喜欢这大树将军。我突然我想，这大树将军会不会是成语？一查，果真是。所以，民国的教育里的很多的课文都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只不过他们用更为简洁的语言和一些插图向我们的后代传输。实际上，这4个字“大树将军”，你就想想，在一棵大树底下，独站着一个巍峨的一个将军。他的那种，他是打仗的时候冲锋在前，论功行赏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在那看着。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人品，也是山河。和你的什么？所以我是说，山能岿然不动，却不能知寒知暖；湖能实质成波，却不能波纹复地。唯有树动时动，不动时不动。秋落叶也落，连年轮记着年，比应江山。事有逢异，事不荒芜。宽容，韩琦当时是个有名的人。有一次朋友来了，显摆呢，说才收到了2个玉杯，然后让仆人拿上来，仆人一不留神，啪给碎了，举座皆惊。但韩琦神色不动，慢慢的说：“你仅仅是失误了，又不是故意的，何罪之有？”这2个中国字寓意直观，宽乃大，容自多，偶然碎了2个小气，史上露出个大气。公益渑池道中，都在寒冷的冰雪之中。突然有个车的涂层坏了，就堵塞在那儿。这个时候，白马王子吧，就是骑着一个有钱的公子啊，骑着马就到了前面。不像现在开着宝马是怎么那些霸凌车来胡314的，而他呢就问这个断足者说：“你这个车衣上东西多少？”他说：“得7、8千啊。”他然后就说：“这个钱我出，你把它推下云，然后所有的道路都通了。”我当时呢，在写这篇课文的时候，在腾冲，在寻找远征军的故事，也是远征军给了我老课本，我所以在那说。我想到60多年前滇缅公路战争最惨烈时，路窄谷深，日机轰炸，有车突然抛锚，顿时全路堵塞，只有一个办法，把坏车推向墙，不论谁的车，哪怕公家的私人，没有国家赔偿，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的时候，国的喘息悬系万家命脉。我们的民族的身躯，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血管堵塞时，总有人伸出自己的胳膊放弃。在古战场的崇山峻岭、大河小道上，夕阳格外血红，就是这个缘故。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到最后这一句，显示了你的诗人本色。”
本来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你硬上升到这儿，我说不是我上升，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就是不由自主，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联想。第四课老梅树，我们现在开始互动一下，好，来，你把这念一下，咱们来，小弟，你这个小伙子念一下。关键我有点五音不全了。老梅树，小窗外有梅树，方开花。对于我欲则之。干大之高，手攀不及。吾谓我曰：此树乃10余年前汝户所种，比汝大数岁，故甚高也。谢谢大家。有谁愿意对这篇课文发表点感想，或者就是它的寓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那我来说吧。他可能是我想问一下，他老婆还在不？问得极好。对。他老娘可能是说睹物思人吧，就是让他也可以有，要么就是说这个树因为岁月嘛，是岁月的沉淀，要么就是他老婆不在了，睹物思人。好，我暂时只想到这2点。非常好，非常好，跟我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有没有愿意同一篇课文？好嘞。就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你就是那种10多年前种的，比你岁数大，所以它很高。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说就是他跟他妈妈跟他爸爸的一个回忆，而且可能就是在这个小孩出生前，他种下这棵树的时候，已经想到了今天这个场景，所以就感觉很怀念。我们为他鼓掌。这2位都说得很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前面一个就是一个叙事，然后是用第一人称，我欲要折这个梅花。那时候妈妈就告诉我，就是这个棵树是爸爸多年前父亲的，比你还要大数岁。正像他说的呢，父亲究竟呢是到村外去了，镇上了，到市上了，去工作去了，还是作为抗日的战士赴了疆场？他们还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了？这是一个悬念，我们暂且不说。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棵树，正是因为这个母子的对话，它没有什么闲言赘笔，它一下把一个生活中的场景，一个温馨的又略微带着忧伤的东西，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解读。小弟，看一下。家园有树，人心有根。母亲的感愧，父亲的守职，亲情在记忆里悠悠芳菲，家国旧事片片活起。记得有一则西方表述亲情的课文，这是我很早的时候在美国读者，我应该亚洲版的时候读到的。一来大致如此，他并不孤独，他从指缝间的窥望，便能重温恍如昨日的童年。母亲和祖母夜里的讲话声，他对暴雨夜的恐惧，游戏带来的笑声和擦伤细节，都是细节。所以我们不管是写诗、写散文、看课文、写信，一定要注重细节，唯有细节的共鸣，才让你能够对这篇课文，对你课文中所表达的这意思有一个深刻的记忆。你如果光是空空的、很泛滥的去那种抒情，永远达不到那种共鸣的效果。无纸窗，
来，我们还是请山西的这小妹读一下。但是是繁体字。不怕，这次有些读不过了，下次你就会能记得更深了。农家小儿是什么？视窗格。开始。开始窗格，铺以白纸。涂以桐油。涂以桐油，只能透明且不易碎。比告我曰：“我家无钱买玻璃，故以此代之。”你看，这都没有什么错的，对吧？对对大家，你看，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我每次讲老课文的一个海报，把这篇课文，你能非常的清晰的能看到，这是一个贫穷的一个家的孩子，但他依然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心态的，能够像阳光透过玻璃一样的来折射出他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当时说，我不想再讲。再往下边一点，穷困捷径依然高贵。有句诗说，贫穷但能听见风声也是好。这等课文要教富孩子不张良，穷孩子不气格，独善其身的人多，兼济天下的人也会多。上苍眷顾自爱并爱人的人，除了星星，苍穹一贫如洗。这句话也精彩，是吧？我当时写出这句话，又还是想去照镜子，那就是除了星星，苍穹一贫如洗。牧童，哪位？我看啊，壮生，先男生读吧。来，你做个代表来读一下。第8课你读一下。第8课是吧？就是这个牧童这个，大家一看啊，这个是叙事的，这个就是儿歌，把儿歌留给女生读，对吧？要唱起来。或者咱们男生一块儿来读这个，好不好？你8牧童归来，放学归来，在途中欲以牧童，骑牛游背，吹短笛，唱山歌，壮盛快乐。男生很棒，女生你开始念，来，这是儿歌。要唱起来，要唱起来读。要唱起来，那还没有谱啊。女生，我们一块儿来来读这个小牧童，童歌。小牧童快乐，小牧骑牛背，唱山歌，牵牛鼻，上山坡，山上多青草，牛儿跑，背着牛儿跑，路人说我好。所以，当我们去沉浸在这些我们的汉字的100年前的课文里面，我们也仿如走进了那样的一个乡村的近似自然的童话的世界。这个就是来形容，我在放学路上看见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还在这儿又唱一首歌。所以第8课、第9课当时是2年级的下学期，也就是大约8岁的孩子。他通过这篇课文，他把这些乡野里的字认识，他更多的是在汉字的后面看到了我们的这种山河。我们也通过这几乎100年以后，看到了原来这个牧童小小的，又像山河一样大的快乐。学童牧童与牛相遇在那年黄昏，我们听到天籁。人牛一鸟树草各自平和生存，不突兀，万物皆有轨迹，皆有进化的速率和成本，和谐
就是不用猛劲儿，不命令谁、改变谁、改造谁，就是静静的什么也不说，以免捅破了和谐。那时的学堂乐歌也唱放牛，这是我又找到了一个，我就把它用这首歌再解读它。放牛放到山上，山上青草长；放牛放到山下，山下百花香。老牛吃的快活，连赞好食粮；牧童玩的快活，山歌随口唱。山河巍巍，民谣悠悠。再看蚂蚁窝，孩子挖红薯挖出来了一窝蚂蚁窝，他心里就想：蚂蚁辛苦营巢，我何人悔之？奈风一土，夫其原状。我记着我写完这个的时候，给我一个老大哥陈丹青也寄了一个，他回来就有只发了一行字：民国教育好善良。悲悯之心比丈夫气概更丈夫，再往后一点。风云聚会是高天的事，一群只忙碌于过冬的储藏。他们扛着比身躯重100倍的辛劳，举着比士兵更万众一心的团结，度其微渺的一生。须臾俯望群疑，上苍俯望须臾，浩瀚的注视。从苍天上帝如来佛的眼光来看人，每个人都是蚂蚁，甚至比蚂蚁还小。所以当我们有一种指代，当我们想到蚂蚁的那样的微渺艰辛过冬的时候，它没有烧炭的，没有暖风机，它一点点的要拖一点碎米粮食去度它最后的，这也许是它最后一个寒冬的时候。我们所以人类有恻隐之心，有悲悯之心，所以用这个孩子的这个徐儿的这个行为，告诉了我们普世的这种悲悯之爱。再往好，把这个放大一点。好，这是我们男生和女生一块儿读的，因为啊，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最快乐的是什么？就是寒假和暑假，对吧？啊，所以这是当时我记得是第4册吧，也就苏小的最后一课，啊，是这样。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清晰？咱们大家一块儿来读，好不好啊？40读书乐，啊，再把它调小一点，要不然模糊，对，这个，是吧？我们一块儿来了啊！欲知读书乐，是听读书歌。汉书书中有一个分科，师长三教导，同学相切磋。春秋气候好，寒暑假期多，40个相宜，光阴莫错过。何时不读书，老来还奈何？很棒，我们给自己鼓掌。实际上，我们这个课堂虽然小，但是和天地、和河山是接壤的，和我们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接壤。所以我相信你们的读书声，那些先行者们，那些教育家们，也能听到山河，也能听到。刚好我们又是在一个书吧，也小江也特别邀请我说，这个环境很美，我也觉得的确是很美。我觉得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读我们100年来的这些课本，我就觉得别有一种滋味。在这样的一个书吧去读书，它是另一番心头的光景。读书是读前人，前人读更前人的书加实践感悟成了老书，后人读前人的书加实践感悟成了新书。
所以书名言：知识和体验的种子，历代发芽开花，国以后人。读书无禁区，思想无国界，智慧跨世代，普世价值的覆盖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当时我看了有一本课外书的封底，我就把它复制下来。你看，正是这种剪影，让我们能看到那种生动的活力。再往上，每一代童年都在无言的天地里咿呀成长，一辈辈人呼啸而去，天地依然无言。静之，静之，静之。如果一个老外不懂汉语，他就觉得邓康炎重复了一个字“静之，静之，静之”，殊不知它是3个静，啊，这就是我们的汉语的之魅力。它不只有同音的不同的意思，还有很多字，它还有这种平仄、上升、入声，正是因为给我们构成了我们丰厚的文学基础，唐诗、宋词等等。而老课本就是最早的，自从科举制度停止以后的进行国家的这种教式的给孩子们的最早的粗鲁，也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我始终认为，正是从辛亥革命以来，新的学堂，还有这些教育家和美育的，他们读完了小学、中学甚至高中的时候，突然战争爆发，正是这一批人，他扛起了民族的大任。所以在15年的时候，我在辛亥革命纪念馆做过一场展览，那是国内唯一的一次展览，现在肯定是做不了。我记着当时的一个海报几百平米，上面就4个字：文武民国。因为有文，所以有武；因为有武，也所以护佑了文。我们下来就很快的来看这些美术。很可惜，如果是在杉杉呢，在中心书城的那个大屏幕就看得非常清晰。还好呢，等会我会让大家展示一些真实的那个课程。我们深圳是设计之都，我有很多的在国际上得过红点的那些朋友，他们看了这都觉得这些画是有温度的，它不是电脑设计，甚至也不是他们自个儿的怎么样来去想的，就是100多年以后依然鲜艳，依然直指人心。尤其这一幅我特别喜欢，姐姐、弟弟和小狗就看着帆船，我有时候我就想着，可能咱们南澳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场景？而这个就是丰子恺做插图，他永远是做一些背影，中学生2个中学生望着明月黄昏的那种海鸥，实际上你都不说他想的是，但你会能想到这种山河家国，他的未来的这种理想，好像都在这种剪影之中。这个刚才给大家，这个丰子恺的字，他的画。这个也读过，再往后边，还好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纪录片了，动画片了，对，这个是后来华侨生给我在成都安仁古镇投资了一个，可能几乎豪资了1-2千万的一个叫先生博物馆，其中呢有一个大的海报，就是老课本的这个，
这是我一个给我设计书的封面的朋友设计的。当时的民国教育是什么呢？国文、修身、算术、音乐、美术、公民、历史、地理、常识、自然、卫生，实际上还有很多农业的地方。他们的每一种编撰者都是当时的顶尖级的文化人，所以当我看到这后边的编撰者是叶圣陶、陶行知、丰子恺，甚至有胡适、鲁迅、蔡元培、梅贻琦等等，我就觉得他们是大学者编小课本，而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俯下身来看着孩子们的眼睛去编撰这些课文，这些课文注入了千万孩子、几代孩子的心。只是可惜，因为战争打乱了我们民国的这种节奏，使之被这些我们教育的文字的美丽的宝贝，被时间的尘土和意识形态的尘土所覆盖。当我们把它拨开，就能看到里边的璀璨。再往后，不是，你再回头看这，音乐与动画片，对。先那个啥吧，先给大家看连着3集的一个动画片，对，就这个。这个呢是我当时找了5、6家动画公司，我都看的都不是特别满意，等最后找了一家，我的副总找的，我说我就要这个，他说邓老师你还都看得懂，这是给香港麦兜公司做动画片的，价格是那边的几倍。哎呀，那我说那就可能咱们花不起这钱。没想到跟他们老总一聊，他们非常喜欢老课本，几乎就用最低的价格给我们做了51集。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都放出来，当然现在还没有收回成本。我本来是打算要做个100集、200集，等有了资金，我们一定会把它做下来。即使到最后我收不回成本，我也会把它广撒于网络，让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每个亲子家庭能够感受到民国的那种课本和动画片的魅力。好，我们播放。母羊求救。童子出游，有母羊向之悲鸣。既前走，又与故。童子怪之，随其后。至一池旁，见小羊堕水中安好，方及。童子乃握其脚，提至岸上。母羊携小羊，欢跃而去。羊妈妈转身了一下。
娘懂得求救，儿童知道帮忙，生命是相通的。人与动物的世界里，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个朗读的是乔森，大家可能知道上影的播音员，写的后边这段是我的节目。少年，一少年在兵营为捕手，某日将校会宴，大将劝语。少年辞曰：“吾不嗜酒。”大将曰：“汝终日击鼓甚劳，可少饮酒以舒之。”少年故辞不饮，大将不悦。副将在旁，欲视之，故厉声曰：“汝必饮一杯，是军令也，违令将斩汝。”少年改容曰：“军令不胜恐惧，然饮酒非兵士之。昔者吾复以酒疾不起。吾入营时，吾母戒曰：‘汝终身不饮酒，虽有大将之命，不能破慈母之戒。’声泪俱下。座中将校莫不感动。由是少年亦受大将信任，有名于时。这样的少年，让中华不老。人有信守，事理谦君。将军敬重，小兵威武。老鼠开会。一群老鼠在洞里开会，会长宣言道：“今天开会是研究抵御猫的法子，诸位可有什么高见呢？”有一个会员道：“只要把铜铃结在猫颈上，猫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铃声，就可以逃避了。”大家都说这个法子很好。会长就问道：“这结铃的事儿，谁去干呢？”众会员听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作声不得。所以一切事情说说是容易的，做起来就难了。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鼠说：“己所难记，勿施于鼠。”
船。以前衡阳有个船家孩子，10岁已能撑船和拉纤。一天，他拉纤在岸上走，忽起大风，船向后退。孩子死死攥住缆，倘若放手，船就会翻。他屡次被噎倒，又屡次站起来，和风抗争。篾缆嵌入他的手掌，流血不止，露出骨头。后来风停船安。但是孩子手掌上的肉大半没了。谭嗣同先生为此写过一首词：北风砰砰，大浪雷吼，小儿夜揽逆风走。惶惶舟中人，生死在儿手。儿肉复揽去，儿长唯见骨。长见骨，儿莫哭。儿长有白骨，将心无白骨。我想再让大家多看几种不同的样式，还有一种用沙画做的这个动漫。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这也是学堂乐歌的第一首，沈星功先生所做的。因为做这个动画呢成本是很高，所以我尝试着用沙画来把它做，然后配上歌。沈星功是我们的第一代音乐家，民国的第一代，这个尤其学堂乐课声音可以大一点。远处西河西雁群飞。下
是我给几十座小学、中学、大学讲课，有些时候他们有合唱团，我就教给他们一些歌，他们愿意唱，我就再把它录下来，就是这种。这个是小留学生的歌，吴彦音也是当时一个大家给孩子们写的，怎么样那个小留学生到国外留学的这些故事。这个我是在做文武民国的时候，常州岛上广州86中学的同学们去唱的李叔同作词的歌，那是开幕式。这个雪呢，就是一个民国的表达这种善良悲悯的歌，我觉得在现代它可能都不能唱的歌。
这个是我去台北做展览的时候，台北女中妈妈合唱团所唱的。他们呢，当时都穿着旗袍，我说你们是不是还为有演出这个还排练？他说我们都不用排练，这个歌我们小学、中学都唱过，所以都很熟悉。这一穿旗袍，我们都备有起身，也都是很随便的这种来。我突然就明白，在大陆这边，民国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台湾甚至香港，它还是个空间的概念。听几首，所以就是后边的重复的就算了。然后呢是明艳的片花。今天我看到了我们的女性读者很多，我专门挑了一个我们拍了10集的一个纪录片，叫《民国的名媛》。这个它其中有一个短小的剪辑，然后配着台北妈妈合唱团最后的给我们的一首歌的作为封笔，可能有3分钟，大家可能来看看，就是当年的民国的这些女性们。在民国山河里，名媛应运而生，应运而美，如果如花，她们是梅花，也是棉花，在雪地绽放，在寒冬温暖。五四风云，七七硝烟，名媛的青春夹在帝制被推翻、日寇突入侵的30多年里，俯身教育，挺身抗战，著书作画，引领潮流，抚孤卫军。他们是东方土地上的国，也是十月开花的樱。梦想中。各自的性情故事流芳致远。民国倩影，
温婉重现。我给大家分享了民国的美育，主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剩下一点时间。